你敢相信吗？每天一杯提神的咖啡，究竟是趁热喝还是放凉喝？竟然会对你的健康产生天壤之别。很多人依心情或天气决定喝热咖啡还是冰咖啡，以为这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。然而专家表示，咖啡的温度差异背后隐藏着惊人的健康秘密。冷咖啡和热咖啡对身体的好处区别竟然这么大，你准备好颠覆你的认知了吗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我们从未注意的真相？为什么那些真正懂养生的人对咖啡温度特别有讲究？哪一种喝法对身体好处最大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先等一下，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揭示许多人不知道的健康真相。我也想知道屏幕前的您平常喜欢喝热咖啡还是冰咖啡？现在就在留言区打下热或冰，告诉我您的咖啡偏好。如果您在喝咖啡方面有任何特别经验或困扰，也欢迎分享，我会尽力回复您的留言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先来聊聊咖啡的温度到底有没有这么重要？许多朋友一听到要比较热咖啡和冷咖啡，脑海里可能立刻冒出几个直觉想法。第一，很多人觉得咖啡当然要趁热喝才够味，热腾腾的咖啡香气四溢，口感圆润，提神效果也比较明显。相反地，放凉的咖啡不但香味淡了，口味打折，甚至有人担心喝冷的对胃不好。在传统观念里，早上喝冰凉的东西会伤胃，所以不少人对冰咖啡敬而远之，认为咖啡一定要热热喝才健康。第二，也有人认为冰咖啡只是换个温度解解暑，除了冷和热的口感不同之外，对健康应该没什么差别。反正不管热咖啡还是冰咖啡，里面的成分都是咖啡豆煮出来的，同样都有咖啡因，同样有一些抗氧化物质，顶多味道有差，健康效益能有多大不同呢？第三，还有一些朋友根本不在意咖啡温度这件事，爱怎么喝就怎么喝，觉得只要咖啡不加太多糖奶，怎么喝都一样，温度哪有那么重要？这种想法下，大家更关注咖啡豆品质，浅焙、深焙或加不加糖，而忽视了杯中温度可能带来的影响。这些观念是不是很熟悉？就像一种牢牢刻在脑中的既定印象，让我们理所当然地忽略了咖啡温度背后潜藏的学问。但事实是，同样一杯咖啡，热热喝和放凉喝对身体的影响大不相同。我们长久以来或许都错过了这个关键差异。我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的邻居陈伯伯今年60多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咖啡迷。他从年轻时就养成习惯，每天早上一定要来一杯滚烫的热咖啡。他总说，咖啡就是要烫口才过瘾，不烫哪叫提神。对他来说，咖啡就该趁热喝，冰咖啡根本是年轻人才喝的奇怪东西。他甚至认为冰冷的饮料伤胃伤身，坚决不碰。每次看他吹着热气喝咖啡，我都替他舌头捏一把汗。陈伯伯的女儿小陈刚好相反，是年轻一辈的上班族，很喜欢冰咖啡。她每天上班路上都来一杯冰拿铁。她笑说自己胃不太好，喝太烫的咖啡容易胃酸翻腾，还不如冰的来得舒服。她也多次劝爸爸，咖啡不要每次都喝那么烫，小心食道和胃受不了。但陈伯伯不以为然，总觉得女儿大惊小怪。他拍着胸脯说，我身体好得很，热咖啡我都喝几十年了，哪有问题？冰冰凉凉的东西才伤胃呢。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父女俩各喝各的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直到有一次，陈伯伯体检做胃镜，医生发现他的食道黏膜有发炎受损的迹象。医生问他是不是经常吃很烫的食物或饮料，陈伯伯这才想起自己天天咖啡都烫得要命，便点头承认。医生一听，立刻皱起眉头说，您知道吗？长期喝滚烫的饮料真的会烧伤食道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警告过，超过65度的热饮可能会增加食道癌风险。陈伯伯当场愣住了，原来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烫咖啡习惯竟埋下这么大的隐患。更巧的是，那次陪他一起检查的女儿小陈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肠胃状况良好，医生还夸他年轻人保养得不错。小陈笑着说，大概因为我都喝冰咖啡吧，比较不刺激胃。
医生点头表示赞同。冰咖啡相对温和，对胃的刺激确实小一点。这一下，陈伯伯终于信了。回家后，他看着手中的咖啡杯，陷入了长长的沉思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是时候重新审视咖啡的喝法了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忽略的咖啡温度，其实暗藏大大的学问。今天，我就要带大家揭开热咖啡和冷咖啡之间3个惊人的差异，为您的健康找到答案。首先，让我们从温度带来的风险开始说起。很多朋友爱喝烫咖啡，觉得热度带来刺激感，但您可能不知道，喝得太烫，其实对身体有隐藏的伤害。滚烫的饮料会灼伤食道黏膜，长期反复损伤，可能引发慢性发炎。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就提出警告，经常饮用摄氏65度以上的热饮，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。65度是多热呢？大概是烫到拿在手上都困难的程度。您想想看，我们中国人爱喝热茶、热汤，有些人习惯烫口就吞下肚，短时间或许没感觉，但长年累月，食道就像被反复烧烫，一旦细胞病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咖啡并不是越烫越好，有些人端起杯子就喝，小心烫伤喉咙还不自知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您愿意让咖啡放凉一点再喝，至少降到温热不烫口的程度，您的食道会感谢您。陈伯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几十年的烫咖啡让他的食道发出了警报。我们可千万别重蹈覆辙，健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不必要的伤害。从现在起，记得咖啡不要趁刚煮好滚烫就喝，先放个5分钟，等温度降一降，再慢慢啜饮，既享受风味又保护食道。一个小小习惯的改变，就能远离食道灼伤和癌变的风险，是不是很值得？第二，我们来谈谈咖啡的酸度对身体的影响。很多人以为冰咖啡对胃不好，因为冰冷刺激肠胃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真正在胃里搞怪的是咖啡里的酸。而热咖啡往往酸性更强，对肠胃刺激更大，这是因为热水萃取咖啡时会溶出更多的咖啡酸、单宁等酸性物质。相反，冷萃咖啡或冰咖啡在较低温下萃取，酸性物质溶出比较少，所以冰咖啡喝起来酸味较弱，口感较柔和，对胃的刺激也小很多。有研究比对过同样的咖啡豆，用热水和冷水萃取的结果，发现冷泡咖啡的酸含量比热咖啡足足低了将近 67%， 这可是极大的差异。难怪许多胃敏感或常有胃酸逆流的人，一改喝冰咖啡，反而觉得舒服许多。肠胃科医师也指出，饮品太酸会破坏肠道里的益生菌，导致消化不良、肠胃不适。如果天天大杯热咖啡让胃一直处于强酸刺激下，长期下来肠道菌相被破坏，人反而容易觉得疲倦没精神。反过来，低酸度的冰咖啡对肠道环境就温和友善多了。另外，酸性低一点对牙齿也是好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咖啡的酸会侵蚀牙齿釉质，长期下来造成牙齿敏感或蛀牙风险。而冰咖啡酸低，相对对牙齿的伤害也减少。所以我们以前错怪冰咖啡伤胃了，其实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替胃着想。我们真是差点把工程当罪魁，不是很可惜吗？当然，冰咖啡对胃友善，不代表可以空腹狂灌咖啡。无论冰的热的，空腹喝咖啡都可能刺激胃酸分泌，所以最好还是饭后或有吃点东西再喝。重点是，相较之下，肠胃敏感的人更适合选冰咖啡或放凉的咖啡，避免烫热高酸的咖啡伤害消化道。懂得这个道理后，您就可以更聪明地享受咖啡，而不怕胃痛了。第三，最颠覆想象的来了，咖啡里的营养和提神成分居然也因为热喝或冷喝而有差异。很多人可能想，咖啡不就是咖啡因和一些香味吗？错了，咖啡其实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，例如绿原酸、酚类化合物等，对我们身体有不少好处。而研究发现，热咖啡能释放出更多的抗氧化物。2018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，就比较了热萃取与冷萃取的咖啡，结果显示热泡的咖啡抗氧化剂含量显著高于冷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热水像把强力锁匙，可以从咖啡豆细胞中解锁出更多营养精华。抗氧化剂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它们可以中和体内的自由基，
减少氧化压力，保护细胞不受伤害。长期饮用富含抗氧化物的咖啡，有助于降低罹患心脏病、糖尿病、肝病，甚至某些癌症的风险。所以，热腾腾的一杯咖啡，其实是一剂浓缩的健康鸡尾酒，里面满是对身体有益的天然物质。相形之下，冰咖啡因为萃取条件温和，某些营养成分溶出量较少，抗氧化效益略逊一筹。但这并不表示冰咖啡没有好处。冰咖啡保留了咖啡大部分的营养，只是在含量上稍低一些而已。另外有意思的是，有专家指出，冰咖啡中镁元素的含量相对可能更高一点。镁是咖啡里一个常被忽略的矿物质，却对人体很重要。镁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血压，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有益。如果冰咖啡真的稍微保留了更多镁，那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，反而是一项优点。除了镁以外，咖啡因的含量冷热之间也有差别。一般而言，用热水冲煮的热咖啡，单位体积内的咖啡因含量略高于冷萃咖啡。研究资料显示，每100毫升热咖啡大约含有60毫克咖啡因，而同等量的冷萃咖啡约含40毫克咖啡因。也就是说，冰咖啡通常咖啡因比较少。这对谁有好处呢？对那些很想多喝一杯又怕睡不着、会心悸、手抖的人，就是福音啦。咖啡因少一点，比较不容易失眠或紧张，还有助于控制血压。有些人一喝热咖啡，容易焦虑、发抖，改喝冰的可能就舒适许多。当然，如果您正需要满满的精神刺激，热咖啡那略高的咖啡因给您的提神冲劲会更强。提神效果方面，热咖啡略胜一筹，但稳定度方面，冰咖啡胜在温和不伤身。您可以依自己的体质和需求做选择，想温和提神，不影响睡眠，就来冰的；想快速醒脑、提升专注，就选热的。说到心情和感受，咖啡温度也在默默影响我们哦。试想寒冷的早晨，捧着一杯热咖啡，那种暖洋洋的感觉是不是很疗愈？科学研究也发现有趣的现象，握着热饮的人比握冰饮的人感受到的他人形象更温暖、更有爱心。2009年发表在 Science 科学期刊的一项研究，就让受试者分别握住热咖啡或冰咖啡。结果，拿热咖啡的人更倾向评价陌生人是热情慷慨的，甚至更愿意帮朋友挑选礼物。这是不是很有趣？难怪有人说，早晨一杯热咖啡能赶走坏心情，带来满满正能量。另一方面，冰咖啡则有它独特的魅力。炎炎夏日来一杯冰咖啡，瞬间让人清爽降温，头脑冷静。不仅如此，前面提到冰咖啡富含镁、氯、原酸等成分，还有助于稳定血压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。有心脏专科医师指出，咖啡本身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，而冰咖啡因为温和不刺激，心悸高血压的人适量喝反而可能受益。2017年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一项研究追踪分析发现，每周固定喝适量咖啡的人，不论冰热，心脏病发作风险降低约 7%， 可见咖啡本身对心脏是有好处的。而如果您是心血管较敏感的人，不妨选择低咖啡因、低刺激的冰咖啡来摄取咖啡的好处，既享受保护又不怕过度刺激。综合上述种种，可以看出热咖啡和冷咖啡各有千秋。热咖啡提供您满满的营养抗氧化和强力提神，但要小心别烫伤消化道。冷咖啡给您温和呵护肠胃和平稳能量，但在抗氧化含量上稍逊一筹。那到底哪一种对身体好处最大呢？老实说，这要取决于您的健康需求。如果您追求防癌、护心等长期效益，热咖啡富含的抗氧化剂更胜一筹，或许略占上风，但前提是别烫着喝，而是热泡后稍放凉再喝，这样既有营养又无高温伤害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您胃不好或容易失眠，冰咖啡对您来说显然更友善，它让您无负担地享受咖啡的好处，长期下来才能稳定获益。最佳的策略也许是用热水冲煮萃取咖啡的精华，但等它凉一些再喝，这样您既吸收了充足的抗氧化营养，又避免了高温与高酸对身体的刺激，可谓两全其美。最后再给大家健康提醒，咖啡虽好，也不是人人适合狂喝。医生建议有几种人要特别节制咖啡摄取，包括高血压或心脏病患者，
胃溃疡或严重胃食道逆流的人、孕妇和哺乳中的妈妈、有失眠困扰或焦虑症的人，以及正在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。这5类人对咖啡因的耐受较低或身体状况特殊，应该咨询医师意见，尽量少喝或喝无咖啡因的替代品。至于一般健康的成年人，每日咖啡因摄取量建议不超过300毫克，约莫相当于2到3杯咖啡，过犹不及。适量饮用才能确保咖啡带来的是好处而非负担。记住以上这些诀窍，您就成为最聪明的咖啡爱好者，能把咖啡的好处100%为自己所用，避开那些潜在的风险。今天我们深入剖析了咖啡温度的奥秘，它可以是心脏的守护者、脑袋的加油站、代谢的助推器，但也可能因1点温度的小细节伤害食道和肠胃。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健康之道其实藏在生活中的小细节，不一定要花大钱买昂贵的补品，有时调整一个习惯，注意一个温度，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选择正确的咖啡喝法，就是选择一种天然、简单、高效、聪明的生活方式，也是选择一份对自身负责的清醒态度。现在让我们做个健康约定，明天早上为自己泡一杯咖啡，试着不要马上喝下去，而是让它静置放凉几分钟。或者您平常只喝热的，不妨试试偶尔来杯冰咖啡，感受一下身体的反应。当您端起杯子的那一刻，请记得今天的分享，这不仅仅是一杯咖啡，这是您为自己健康做出的一个明智选择，也是迈向健康生活的一小步。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正向的改变。从今天开始，用更聪明的方式拥抱您热爱的咖啡吧。祝福大家都能喝出健康，活出精彩，每天精神饱满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长长久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